很多人总觉得剪头发是件小事，哪天方便就哪天去。可您哪里晓得，人头顶这3000烦恼丝，对应的可是您一生的精气神和微观风水。农历里有3个日子，您要是稀里糊涂下了剪刀，晚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底子，可能就顺着这刀口悄悄漏出去了。您看看现在街头理发店遍地都是，很多到了50-60岁退了休的朋友，平时在家里闲下来，觉得头发长了碍事，随便挑个顺路的时间就往理发店椅子上一坐，咔嚓咔嚓就剪。大家觉得这叫利落，叫讲卫生。可是您回想一下，老祖宗以前讲究黄历，婚丧嫁娶动土搬家都要看日子，为什么偏偏剪头发这件事到了咱们现代人这里就变得这么百无禁忌了？这绝对不能怪大家不重视，而是现代快捷的生活方式把古人顺应自然的智慧给冲淡了。在中医和传统的义理里面，头发绝对不只是长在头上的一把黑色丝线。黄帝内经里讲得很清楚，叫发为血之余。通俗点说，头发就是您身体里气血充足之后多余出来的精华长成的。它就像大树上的树叶，树枝上树叶繁茂，说明地底下的根系养分足。所以剪头发剪的不仅仅是表面，这层毛发动的是您自身的气血，头发就是您身体自带的小风水。给大家打个比方，到了咱们这个年纪，50岁往上走，身体就像是一个精心养护的温室大棚，里面的暖气就是您积攒了大半辈子的福报和精气神。这个大棚的顶上有一个通风口，对应的就是咱们的头顶。平时这个通风口是顺着天气的变化自然开合的，但如果在农历的某几个特殊日子，天地的磁场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您非要在这几天去理发，这就好比在寒冬腊月刮大风的日子，突然把您家温室大棚的顶盖给掀开了一道大口子，外面的寒气杂气一下子全灌进来了，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暖气瞬间就被抽干了。大棚里的庄稼，也就是您的晚年运势和身体底气，能不受连累吗？年轻人火力壮，剪错日子最多头疼2天，但咱们长辈的福气和气血是用一点少一点，得精打细算的守着。早些年我认识一位做茶叶生意的老先生，姑且叫他老纪。老纪这人平时很注重养生，但就是有一个习惯雷打不动，每个月农历的某一天必须去理发，说是为了图个从头开始的好兆头。结果呢，每次理完发回来，他总觉得后脑勺像是有股贼风往里钻，浑身没劲，就像是轮胎被扎了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气慢慢就瘪了。不仅连着几天容易感冒，那几天的生意也经常莫名其妙的出岔子，遇小人。后来他跑来找我喝茶，我一问日子，当场就告诉他，你理发的日子选错了，刚好撞在了你气血最虚、天地磁场最冲撞的关口上。你这不是在理发，你是在漏福啊。老纪后来听了劝，避开了那几天，身体和运势才慢慢平稳下来。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心里都在打鼓了。那农历里到底有哪3天是绝对不能动剪刀的呢？这3天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宇宙规律，会让我们的精气神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别急，咱们今天不讲虚无缥缈的大道理，全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接下来我们就一天一天地来拆解，先把这第一天，也就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最容易让人破财伤神的朔日，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天，就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在传统历法里，这一天叫做朔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初一不是新月份的头一天吗？大家平时有个习惯，总觉得要在每个月的开始去理个发、刮个脸，图个从头开始焕然一新的好彩头。
觉得这样做整个人显得精神，似乎也能招来好运。大家这么想，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谁不希望有个清清爽爽的开始呢？但要论起咱们人体气血运行和天地磁场的规律，这恰恰把自然给弄反了。大家不妨想一想，天上的月亮，农历初一的时候，我们在夜空中是看不见月亮，对吧？这个时候，太阳和月亮运行到了地球的同一侧，它俩的引力叠加在一起，朝向同一个方向拉扯。在这样特殊的天体位置下，整个大自然的磁场呈现出一种极度内收和封藏的状态，天人是相应的。外面大自然在封藏，我们人体内部的小环境自然也要跟着唱反调。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的精气神就像是到了严冬必须躲进地窖里保暖的红薯，为了护住生命的根基，他们全都深深地缩回到了五脏六腑之中。此时此刻，头顶表皮的胃气是整个月里最薄弱、最空虚、最防不胜防的时候。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个时候您去理发，哪怕您只是去修剪一下边角，理发店那冰凉的金属剪刀贴上头皮，紧接着是带有湿气的水洗，最后理发师再拿大功率的吹风机对着您的头顶一阵猛吹，您这本就毫无防备、脆弱不堪的头皮，不仅受到了金属锐气的惊扰，还要被迫打开毛孔去承受风和湿。这好比什么？好比您家里所有的保安今天都撤到了内室去保护保险柜，院子大门敞开着，这时候外面突然刮起了一阵裹着寒气的贼风，直接就长驱直入，吹进了堂屋。我早年认识一位老校长，咱们姑且叫他老陈。老陈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非常讲究仪表。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个月初一早晨必定去街角的理发店理发。有一年刚过完60岁大寿，初一这天他又去理了发，结果到了初二、初三他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跟我形容那个感觉，倒不是头疼，就是觉得后脑勺和头顶像是有股凉风在往骨缝里钻，整个头皮发紧，像被戴了个无形的紧箍咒。哪怕是大晴天去公园散步，戴着帽子都觉得脑袋里空空荡荡的，走路脚底下发飘，像是踩在海绵上。后来去医院查血压，心血管都没毛病。其实这就是在气血伏藏日动的刀剪，深深把头部的胃气给泄了。咱们到了50-60岁，底气本来就不如20-30岁的小伙子那么足，用一点就少一点，胃气受损，寒邪顺着头顶的微小经络一钻进去，人就会处于一种神不守舍的状态，精神但恍惚。您去菜市场买菜容易算错账，过马路容易反应慢半拍，甚至在做一些家庭财务决策时也容易犯糊涂。这就是因为破坏了自身的微观风水，进而引发生活中的连锁反应。所以农历初一这天，不管头发长得多碍事，咱们都忍一忍，千万别去动它，让气血安安稳稳地藏在五脏里，把根基养牢靠了，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想，既然初一天黑，气血内收不能减，那到了月中农历15月亮最圆，气血全跑出来的时候，这下总能减了吧？你要是这么以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15这天理发，漏出去的福报可能比初一还要让人心疼。这又是为什么呢？咱们接着讲这第二天，也就是农历15这一天，古人称之为望日。大家抬头看看天，15的月亮是不是最圆最亮？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在这一天达到了顶峰。您看看海边的潮汐就知道了，每到15或者16必有大潮，海水翻腾的最厉害。我们人体的结构超过70%都是水分，天上有大潮，
我们人体内部的气血在这一天同样是汹涌澎湃的。平时藏在底下的精气神，到了农历15就像是烧得滚开的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全往上涌，直冲头顶。这个时候人的大脑皮层处于最活跃的状态，头部的微血管也是最膨胀。大家可以细心回想一下自己的身体反应，每个月是不是总有那么1-2天莫名其妙觉得心浮气躁，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3-4点钟就醒了，脑子里像是在放电影，根本停不下来。或者那几天脾气显得特别急躁，看什么都不顺眼，点火星子就能把火气点着。您去翻翻日历，10有8九这刚好就是快到15或者正逢15的那几天。在这个气血最冲动，身体内部压力最大的时候，您去理发，相当于干了一件什么事？相当于高压锅正在呲往外冒着最高气压的时候，您非要强行去把那个排气阀给拔了。理发的时候，洗发水的揉搓、梳子的刮擦、剪刀的游走，全都在刺激您头皮上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这一刺激，原本就拥挤在头顶的旺盛气血，就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毫无节制地往外狂奔。这时候漏出去的可不是初一那天的寒气，而是您身体里最精华的维系生命活力的阳气。阳气一旦猛烈泄露，人的运势和情绪立刻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之前有个做建材生意的老周，40出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事业压力最重的时候，有一阵子资金周转不灵，心里烦得很。赶上农历15，他跑到理发店，让人把头发全给推了，弄了个干干净净的寸头，美其名曰削发明志，轻装上阵。结果呢，头发刚一理完，人不仅没觉得轻松，反而觉得头重脚轻，眼眶发酸。过了2天，他在签一份重要进货合同的时候，因为昨晚没睡好，加上精神恍惚，硬是没看清里面的违约条款，大笔一挥签了字，最后白白损失了好几万的定金。从传统医理上来讲，这叫阳气冲顶，风泄气散则神不聚。神一旦散了，您的智慧和定力就起作用了，好运在眼前，您也抓不住。而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15这一天去理发，最直接的体感后果就是容易出现虚火上浮，比如突然觉得眼睛干涩，耳朵里嗡嗡响，甚至血压出现一时的平稳，身体不舒坦，情绪自然就好不了。您可能就会因为一件小事和老伴吵上几句，或者因为生活里缺乏兴趣爱好，觉得空虚无聊而生闷气。家里的气氛一旦变差，这晚年和睦的福气不就是被咱们自己给搅散了吗？所以啊，初一不能减，是因为气血要藏，怕进寒气。15不能减，是因为气血要避其锋芒，怕泄了元气。听到这里，前2天大家算是明白了，但在农历里面还有最后一天，也是最关键、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天。这一天不仅关乎您当天的精气神，更直接决定了您整整下一个月的运势能不能顺利过渡。要是这一天剪错了头发，就好比把连接好运的桥梁给一刀剪断了。这究竟是哪一天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前边咱们把初一的风长和15的冲顶说明白了，现在咱们来揭晓这最关键，也是大家平时最容易踩坑的第3天。这第3天就是每个农历月的最后一天，通常是农历的30，如果赶上小月就是29。古人给这一天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晦日。大家过日子往往觉得一个月过完了，最后一天去理个发，清清爽爽的迎接下个月，这不挺顺理成章的吗？
尤其是到了年底的大年30，理发店里简直是人山人海，都想着除夕夜剪个头，新年新气象。但如果从传统历法和人体气血运行的微观角度来看，晦日这一天动剪刀，其实是把自身运势的平稳过度给打乱了。为了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咱们不用那些干巴巴的晦涩名词，咱们用最贴近生活的大白话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运作逻辑。在中国传统的历法里，时间不是钟表上那种冷冰冰的数字，它是一股流动的有生命力的能量，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天干地支。每一个月都有它特定的干支气场，当这个月走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旧的能量马上就要退场，新的能量正准备接班。这好比什么呢？好比是两班倒的工厂正在交接班，或者像是两条高速公路汇合的交叉口。在交接班的这一刻，大自然的磁场是最混乱、最不稳定，它处于一个旧气未尽、新气未生的混沌状态。我们人体的构造是非常精密的，它有一套自己的感应天线，我们的头发和毛孔就是这套天线的最末端。在晦日这一天，为了适应大自然这种混乱的交接期，咱们身体内部的防御系统会悄悄地进行一种自适应的关闭和重启。大家不妨静下心来回想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是不是经常在每个月底的最后那么一两天，或者每逢年底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疲惫感？这种疲惫不是因为你干了多少重活，而是一种没来由的乏力，精神头怎么也提不起来，甚至丢三落四，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慌。如果您曾经有过这种体验，那我要告诉您，这不是您生病了，而是您的身体正在努力跟大自然混乱的交接气场进行博弈，它在自动消耗能量来保护您，在这个极其脆弱的能量切换点。如果您跑去理发店，剪刀咔嚓咔嚓一通剪，冰凉的水通洗，这就好比是在高速公路的交叉口，大家都得减速慢行、谨慎变道的时候，您非要打开车门下去溜达一圈，您不仅破坏了自己头部的保暖气血屏障，更重要的是，您把身体感知自然能量的天线给剪乱，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您跨入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时，您的身体磁场没办法和新的天干地支能量顺利对接。我认识一位退休的宋大姐，非常爱美，特别讲究过年的仪式感。有一年大年30的下午，她非要拉着老伴去街角最贵的理发店烫个头发，修个造型。那天店里人多，师傅也赶时间，匆匆忙忙就弄完了。结果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宋大姐就开始头晕目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接下来的整个正月，她不仅感冒老不好，而且打牌输钱，出门踩水坑，连平时最疼爱的小孙子过年期间都不愿意让她抱，说奶奶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凉气。宋大姐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晦日泄气，交接不顺。在天地能量大换血的时候，她强行去动了头顶的微观风水，导致原本应该平稳过渡的气血网络出现了断层，带着上个月残缺不全的气场去迎接下个月，运气怎么可能顺畅的起来呢？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这一点尤为关键。咱们要的是稳中求胜，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无谓的折腾和能量断层。讲到这里，初一、15、晦日这3天的底层逻辑已经给大家拆解得清清楚楚了。大家以后在日历上看到这3天，只要稍微避开一下，就能护住咱们身体的大风水。但是听到这里，
可能有些细心的朋友脑子里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既然这3天这么不适合理发，那为什么有些人偏偏就在初1或者30去剪了头，结果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依然吃得香，睡得好，生意照样做呢？难道是这种天地磁场的规律对不同的人还有区别对待？到底是什么无形的手在调节着这一切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前边咱们留了一个悬念，很多朋友听完初1、15、晦日这3天不能理发的道理，心里肯定在嘀咕，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听明白了，可是不对啊，我隔壁老王去年大年30跑去剃了个光头，人家今年照样吃得香，睡得好，连个感冒都没打，生意还挺红火，这怎么解释呢？难道天地磁场还挑人吗？大家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是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了，而且在用心琢磨。其实大自然的规律对任何人都是公平。那3天去理发必定会造成气血的流失和磁场的波动，但为什么有的人反应那么大，有的人却像没事人一样呢？这里面藏着咱们每个人身体里最大的一个秘密底气。为了让大家通俗易懂地明白这个道理，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咱们每个人的身体和运势就像是家里院子里放着的口大水缸，这缸里的水就是咱们大半辈子攒下来的精气神和福报。如果是一个20-30岁的小伙子，或者是一个平时生活特别恬淡、心态特别好的人，他那口大水缸里的水是满满当当的，哪怕在农历初1或者30这天理了发，大自然的磁场波动就像是用瓢从缸里舀走了一瓢水，一满缸水少了一瓢，你肉眼根本看不出什么变化，对他的生活和健康也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对于咱们很多过了50岁、60岁的朋友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半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工作上的操劳，生活里的琐事，早就把咱们缸里的水消耗掉了一大半。特别是有很多长辈退下来以后，没了固定的活动圈子，缺乏兴趣爱好，心里总觉得空落落，每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孤独感一上来，心思就变得特重，晚上躺在床上，身体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脑子却像个停不下来的磨盘，翻来覆去的觉得憋闷不踏实。这种长年累月的孤独和内耗，在咱们传统养生里叫做暗耗，它就像是水缸底下裂开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细缝，你攒的那点精气神每天都在滴滴答答的往外漏，这个时候你的水缸本来就快见底了，要是再赶上那3天去理发，天地磁场的大风一刮，又猛地抽走了一大瓢，好家伙，这一下直接就露出了缸底的淤泥，身体的防线瞬间崩溃，感冒、头疼、丢东西，甚至平地摔跤，这些不顺心的事情自然就全都找上门来了。前几年我在社区里办讲座，认识了2位同龄的大姐，一位张大姐，一位赵大姐，都是65岁。张大姐这人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叫心大，每天乐呵呵的养花、打太极，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安排得满满当当。赵大姐呢，恰恰相反，平时不愿意出门，也没什么爱好，整天把自己闷在家里，不是琢磨这个就是抱怨那个，心里总觉得孤独寂寞。有一回2人赶在农历30结伴去理了发，结果过了年，张大姐啥事没有，照样红光满面，赵大姐却连着发了半个月的低烧，过年连饺子都没吃下几个，精神萎靡了好长一阵子。大家看明白了吗？同样是挑错了日子理发，张大姐因为平时心静，她的气血是聚拢的，水缸是满的，抵御外界风波的护城河很深。而赵大姐因为长期的孤独和内耗，她的气早就散了，护城河早就干涸了。
外界随便一点风吹草动就能直接伤到它的根本。所以我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讲，咱们了解这些日子的禁忌，是为了顺应自然，不给自己找麻烦，但这只是防守。咱们真要想晚年过得舒坦，福气绵长，光靠躲着哪几天不剪头发是远远不够的。您就算把黄历翻烂了，如果心里的那个漏水缝不堵上，福气照样存不住。咱们不讲那些玄乎的大道理，就说句大白话，心静则气聚，心乱则气散。您的身体就是您心态最真实的镜子。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知道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福气是被孤独和内耗给漏掉的，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不花一分钱把这个漏水的缝隙给彻底补上？怎么才能把咱们的身体重新变成一个只进不出的聚宝盆呢？接下来我就毫无保留的把这些最实用的生活改运小妙招一五一十的教给大家。咱们前面说到，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大水缸里悄悄漏走福气的细缝，就是平日里的过度内耗，把这个漏水的缝隙堵上，再把水给蓄满，比你花大价钱去请什么风水摆件、算命改运要管用10000倍。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老师，这水缸漏了我知道，可怎么才能不花1分钱把这元气和福气补回来呢？今天我不跟大家讲那些高深莫测的玄学理论，我就教大家3招，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最适合50-60岁长辈的微观养命法。只要你每天照着做，不出1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体底气足了，精神头就不一样了。第一招叫晨起吞金，活水补缸。咱们前边讲了，你身体里的精气神就像一口大水缸，这缸里的水漏了，你光靠喝白开水是补不回来的，你得用身体自带的活水来补。这活水是什么？就是咱们嘴里的唾液。在传统养生里，这叫玉液还丹，是最珍贵的生命精华。咱们很多长辈早上醒来习惯马上翻身下床，急急忙忙去上厕所或者做早饭。以后别这样了，早上睁开眼，先别急着起，平躺在床上，闭着嘴，把上下牙齿轻轻地叩击30-40下，然后用你的舌头在口腔里上下左右的搅动，就像拿扫把扫地一样。不一会儿，你嘴里就会分泌出满满一口精液，千万别吐掉。你要把这一口精液分3次慢慢咽下去，咽的时候要在心里跟着它走，感觉这股清凉的水顺着食道一直流到了你的小肚子里。每天早上这么做，就好比是在你干涸的大水缸里注入了一瓢最浓缩的生命源泉，它能把你身体一晚上的燥热给压下去，把你漏掉的底气点点给补实存住。第二招叫十指梳头，背晒暖阳。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说初一、15晦日不能理发，怕漏了头部的微观风水。那平时怎么养护头顶的这块风水宝地呢？千万别过度依赖理发店的化学药水和生拉硬拽。你身上自带了最好的按摩工具，那就是你的10根手指头。每天下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你把双手洗干净，食指微微弯曲，就像梳子一样，从前额发际线开始，紧贴着头皮往后脑勺轻轻的梳，每天梳个30-50下。手指肚是有温度的，也是带着你自身气血的。你用自己的气血去按摩头皮，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它能把你头顶因为胡思乱想而拥堵的经络给疏通开，不仅不漏气，还能提神醒脑。除此之外，天气好的时候，多搬个小板凳去院子里或者阳台上，背对着太阳晒上20分钟。人体的后背有一条大经络叫督脉，这是
全身阳气的高速公路。太阳晒后背，大自然的纯阳之气源源不断地冲进你的身体，把你体内那些陈年的寒气、郁闷之气全都给逼出去。气血一旦充盈，你连走路都会觉得脚下生风。第三招也是最关键的收尾，叫引火下行，戳通脚底。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一个毛病，白天觉得没精神，一到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却像跑马一样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是为什么？这好比家里做饭的高压锅，火烧得太旺，所有的热气全冲到了锅盖上，能量全堵在脑袋里，你的脚底板肯定是冰凉的。这种头重脚轻的状态是最容易招惹霉运和病痛的。怎么破这个局？睡觉前，你坐在床沿上，先把2只手掌心贴在一起，用力搓，搓到掌心发烫为止，然后用你发烫的右手掌心去搓你左脚脚底板凹陷下去的那个地方，来回搓上180下，直到脚底板感觉发热发烫。接着换左手去搓右脚的脚底。大家别小看这个动作，你的手掌心代表火，你的脚底板代表水，你用掌心搓脚底，这在义理上叫水火既济，它能像一根避雷针一样，把你脑袋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焦虑、虚火，一股脑的全都拉拽到脚底下。火气一下来，脑袋瞬间就清凉了，心一下子就静。你带着这种踏实安稳的状态入睡，就好比是在夜里给你的身体上了3道防盗门，精气神被牢牢锁在体内，第二天的运势自然就顺风顺水。诸位，晨起吞金是补气，十指梳头是疏通，引火下行是扎根。这3招没有一样需要你去花钱，但只要你坚持做下去，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长风聚气、越老越有福气的聚宝盆。讲到这里，关于这3天不减发的微观风水以及咱们日常护肤的实操干货，基本就拆解透彻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这一生的命运？真正的改命到底藏在我们起心动念的哪个瞬间呢？最后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收尾。所以我常跟他们讲，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要想晚年平平安安、福气绵长，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学那些复杂的排八字、看风水，把咱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理顺了，把自身的这口大水缸护好，这就是最高级的改命法。今天讲的这些给大家浓缩成3点精华，大家可以记在心里。第一，顺天时而动，避开漏气日。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农历不仅仅是看节气的，更是人体气血的晴雨表。每个月的初1气血伏藏，15气血冲顶，30天地气场交接。这3天不管怎么安排，尽量别去理发店动头顶的剪刀。护住头部的微观风水，就是保住了咱们身体这座温室大棚的暖气，不给邪气流入口。第二，求外不如求内，守住自身精气神。不要总想着花钱去买什么转运的物件，你身上就带着最好的风水，每天早上醒来吞咽几口津液，补足生命的活水。下午多用10根手指梳梳头，晒晒后背的暖阳，把阳气生发起来。到了晚上睡前把脚底板搓热，把脑子里的杂念全拉拽下去，踏踏实实睡个好觉。这3件事坚持做，你的身体自然就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聚宝盆。第三，心静则气聚，放下无谓的内耗。咱们很多长辈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退休后丢了原先的生活节奏，
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兴趣爱好，天天被孤独感包围着焦虑，你的心一旦空了，身上的气就散了，福气就顺着这道缝隙漏光了。去发掘几个小爱好，种种花，练练字，把心收回来，少纠结，少内耗，把自己照顾得红光满面，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风水加持。诸位啊，算命算得再精，敌不过夜里的心安，风水看得再好，不如你起心动念的善意。这具肉身是个皮带，富贵穷通早晚是一场空。你把心里的贪念执着放下了，多做点积阴德的事，这就是最高明的改命大政。今天讲的这番话，如果你听进去了，觉得有道理，不妨动动手指，把它转发给你关心的老伴、老朋友和远方的亲人。很多时候，咱们随手的一个分享，提醒亲友避开一个伤身漏气的日子，或者帮他们解开一个生活里的执念，这就是在做实实在在的法布施。这不仅是在帮亲友挡灾聚气，更是在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积攒那份看不见却能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的无形福报。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祝诸位长辈身体安康，福泽绵长。